亏我这么相信你，啊，把所有的钱都交到你手里，你倒好，背着我做出这种事。你说吧，您算计我多久了？啊，算计我多久了？要是别人不告诉我，我还真蒙在鼓里，我还真不知道我娶妻已经成了一个空壳。你还怪我？哎，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结婚前说的明明白白的，结婚后你不再跟那边联系，可结果呢？你背着我，你每年都拿钱给那边。要是我不在这，你恨不得把大半个家你都搬过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呼噜年，还一心一意为我，一心一意为潇潇。你连带我回趟老家你都做不到。你就是看不惯连杰，看不惯我妈。怎么成了我看不惯他们了？太可笑了！哎，你让曲连杰进公司当集团的老总，一年亏损上百万，我忍了。曲连杰贪污公款、泡明星、包小三，我也忍了。他赌博，一欠就是1个亿，你要替他还债，要保他平安，我也答应了。可你呢？你还要得寸进尺，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把潇潇放在哪里？妈，爸，你俩别吵了。行，你闭嘴啊！你闭嘴啊！不要说话。潇潇是我女儿，啊，从小到大吃的喝的玩的乐的，是吧？我样样都依着她，啊，我哪一点亏待过她？连杰呢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该照顾他吗？该，当然该。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，害得女儿跟我一块儿受罪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外面找小三，我只当自己看不见。你要照顾你妈，照顾你前妻，照顾你儿子，我强迫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心想，只要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我这个家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你不计较，你偷偷买那么多房产，你不计较啊！你不计较，你背着我把房产转给潇潇，你不计较，你让我成为全城的笑话，连我这个自己的公司都成了一个空壳，我都不知道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3件事情是吧？第一件事情，爸，你回来这么多天，家也不回，也不跟我和我妈说，就是为了替我哥还赌债。第二件事情，奶奶要在遗嘱里分家产，说家产一边一半，还让瞒着我和我妈，对吗？你以为我和小小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这么些天不回家，你在外面偷偷干了些什么？你敢说吗？我来告诉你，找外面的公司盘点资产，要把一半的家产交到曲连杰手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那房子的事儿，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征求过吗？这是第3件事情，爸。既然曲家的家产是你和我妈一起挣下来的，按照你当时离婚时的约定，这笔钱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那既然迟早都是要给我的，早一天晚一天无差别呀，无非是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。一共有多少房产？啊，折合市价是多少？原价是多少？啊，这些钱的来源是多少？都给我说清楚！你别问女儿，问我。爸，这是我赶出来的现金流量表，还有各开户银行的对账单。你不是问钱去哪儿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一部分进了潇潇名下的房子里，还有一部分在我们共同的账户里，属于你的那份儿。再给你看一份损益表，资不抵债。你慢慢看吧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就叫会计来问。哦，对了，你妈不是要把一半的家产交给曲连杰吗？
随便，都拿去好了，全部给你们。我和潇潇净身出户，但是潇潇名下的房产你管不着。潇潇，饿了吗？走，跟妈到饭店吃点饭，让你爸呀慢慢看，咱不打扰他。走，妈，爸，你劝一下我。妈，去哪吃饭呀？妈，别生气了，爸爸他不一定听奶奶的。他根本就不是听你奶奶的，他本来就存了这份心。拿你奶奶的话说事儿，实际上在为你哥攒资本呢。道理都说了20多年了，该明白早明白了，装傻。现在啊，无外乎就2条路，一条就是你爸坚决跟我分家产，跟我离婚，鱼死网破；还有一条就是他自打耳光，从此不再提你名下的房产，也再不提分家的事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跟我爸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这么有感情，第一条不可能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着吧。潇潇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完全回避，所有的事情我来处理啊。以前呢，我就骗自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爸和我们是一条心。可这几天，他背着我，在后面搞了不少的猫腻，我真的再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了。不，我要参与，至少妈妈也得有人说话。妈，你放心，这次啊，我坚决站在你这边，绝对不当叛徒。潇潇，妈跟你说啊，要是爸妈真的离婚了，你也要在妈妈这边啊。啊，这个沙发真舒服啊！嘿嘿。我爸我妈要离婚了，怎么办？叶琴，我没法继续跟你逛家居了，我师傅家出事儿了，我得赶紧回去陪他。是，许潇潇啊，哭得还挺惨的呢。那走吧，那我送你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玩笑归玩笑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爸爸妈妈会离婚。是我爸在外面女人就没有断过，我妈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相信他们是相爱的。直到我妈把房产证交给我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俩能算计彼此到这种地步。也许你爸妈早就有问题，这件事情只是个导火索。安迪说的对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即使没有这件事情，你爸妈之间恐怕也是岌岌可危。可是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爸离婚，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离婚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指点这个指点那个的，怎么到自己事儿上了，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了？师傅，你别哭了，我看你这样我也好难受呀。可是我就是想哭。你们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，可是他们总是没有时间管我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。家这么大，就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经常自己跟自己玩，自己跟自己演戏，数着时间等他们回来。别的小孩晚上9点钟就睡觉了，我经常就会等到11、12点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看他们一眼。后来我爸把去年节带回家，跟我说那是我哥。我爸经常会带着他去打高尔夫球，去吃饭、钓鱼，从来都不带我。我爸跟我说，你是女孩子，不用学这么多，只要高兴就好。
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爱捣蛋了。你是想吸引别人注意力，你怕你爸爸喜欢你哥哥，怕你妈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你爸爸身上，所以你想，你不能被别人忘了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他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争家产，是为了博得他爸他妈喜欢，是这个意思吗，师傅？平时不是挺彪悍的吗？啊，其实就是个孩子。听我一句劝啊，你爸妈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，与其这样凑合着在一起，还不如分开，免得互相伤害啊。不要，我不要我爸妈离婚，爸妈不能离，他们要是离了，这个家都没了，我就成孤儿了。别哭了，师傅，你让我听到好难受啊。我以前特别像你，我觉得你什么都有，肯定也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。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儿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那赵医生呢？他知道你爸妈离婚的事儿。我怕丢脸，我没有跟他说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他去连接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争家产了。我宁可没有钱，我也让我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倒是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认为现在你的家庭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因为钱。你和你哥哥也是真钱，你爸爸跟你妈也是真钱。现在你妈把公司的资产变现，给你买了房子，激怒了你爸爸。假设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还回去，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因此而感动，就不离婚了？可是他回来不就是为了争家产？可是家产再重要，也没有家人重要啊。我同意安迪姐说的。我也同意。唉，今天看到师傅哭得这么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要不是他教我怎么做生意，我根本不可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。好的老师也需要好的学生啊！你这么勤奋，这么能干，我就做不到你这么一往无前。在工作上，我有很多地方都挺犹豫的。莹莹，你说我现在适合换个工作吗？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啊？没有，我挺喜欢的。我挺喜欢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和待遇的。就工作本身而言，我也觉得很满意，投入性高，参与度强，跟同事们相处也非常好。可是谢彤跟我说他要去美国了，他说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当他乐队的经纪人。我答应他，我说我会想想看的。那你要跟谢彤去美国了吗？我还在考虑呢，不过我现在真的挺纠结的。因为我觉得谢彤他说的挺对的，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过一辈子，真的有点不甘心。可就这么跟他去美国了，我又有点下不定决心。为什么呀？爱一个人不就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吗？要是我，肯定跟他去美国。而且你想，去当经纪人，还是在美国，想想都激动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确实爱谢彤。我很爱他，可是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我自己现在的生活。我现在的工作确实有点辛苦，但我从我一开始我什么都搞不定，什么都不会，到我现在我可以一个人独自负责一个项目了，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。而且我爸妈也在这儿，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，你说我这要去美国了，他们怎么办呀？你看，你在这儿。安迪姐、樊姐、小曲，你们都在这儿。我想想，我要放弃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事情，我就去美国了。我真的是我有点舍不得。我刚刚都没想到，
你要去美国的话，我们就见不到了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重色轻友，你不能离开我们，你不能跟谢彤走，不让你去美国。所以我现在犹豫啊，我现在正纠结着呢。唉，说我胆小也好，说我懦弱也罢，我就是觉得，这爱情再重要，可是生活不只有爱情呀，还有亲情，还有友情，还有工作。我不想因为爱情我就不顾一切，我想都不想我就走了。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虽然我很爱应勤，但我觉得我工作的时候也很幸福开心啊。咖啡我一包一包卖着，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。而且我好几年见不到我爸妈，我肯定受不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是，现在这个专业不是我选择的，现在的工作也不是我选择的。可是我做着做着，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事业了，当成是我的生活了。去美国当经纪人虽然也很好，可那不是我的选择。我就算要去，也是完全为了谢彤。你这点考虑的非常好，谈恋爱还得谨慎点比较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谢彤去美国再不回来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好想一想。我就算决定去美国，那也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自己下的决定，而不是因为我害怕失去谢彤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我跟以前的我还有什么分别啊？什么时候变那么贤惠了？好玩吗？就是很坑爹这个游戏，要充钱。哎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我呢有个朋友，家里破产了，要借钱啊？不是要借钱。他破产以后呢，就直接从我们这圈子里消失了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钱了，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？会不会身边的朋友都不理我了？没了工作，没了事业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暴发户的二代，经常会被人看不起。但现在想想，我至少还有钱啊。如果一旦连钱都没有了，我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哪一天我的手腱断了，不能再拿手术刀了，我最多不是赵医生，但我还是赵启平啊，对吧？所以就算你没钱，曲筱绡还是曲筱绡。我没有钱了，你还是曲筱绡吗？因为我不是因为钱和你在一起的，我想，你小曲的那些朋友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和你在一起玩的，对吗？这个季度完成了3个项目，年底之前还有2个项目。相比去年，我们的业绩有了很大的增长。今年增长了12%，同行业的增长率只有7%到9%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加强了业务培训，运营部和营业部定期安排学习活动。他们
曲总，曲总，营业部和业务部安排了学习活动，定期开展业务差错分析。你跟大伙说一声，我有话要跟大家说。今天通知大家开会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的家里出了点事情。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决定把公司交还给集团。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你们的总经理。总公司很快会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。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可能我的决定太过于任性，但是比起公司，我更看重我的家庭。我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。即使我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。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，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对不起。曲总，大家都很理解你。没错，曲总，您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您自己去忙就行，公司都有我们呢。对呀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路陪着我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子弟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们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2年里，我们拿下了 GI 总代，我们完成了3个大型项目跟10多个中型项目，我们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。我们在分公司里名列前茅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特别特别棒。谢谢你们，能跟你们共事真的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决定了。小曲，加油！小曲，加油！师傅，你是最棒的！爱你么么么么。